念宋元咒，驱逐赤影。灵儿，师傅没有骗你吧？我说过，1个月之内不回暗域，你的魔气就会撕裂你的身体。你入人界已有半月，反噬开始了。灵儿，就趁今日，协助赤影夺到混沌珠，回到暗域，回到师傅的身边。人间不值得留恋。人族踩着他族的尸身血肉，构筑辉煌，他们永远不知满足，不知自省。人族才是万恶之首，根本就不该存在。记住，完成任务，回到暗域，回到师傅的身边，你才能活。我亚宇，我亚宇，穆姑娘，穆姑娘。救命！高术士。谁敢再念一句炎咒，他就没命。穆玄灵，你疯了！放开我！哼！你们不是一直在找邪盟内奸吗？那我便告诉你们，你们之中还有一人，与暗族私通，就是你们最信任的谢城主啊！休要胡言！你不过是想离间仙盟内部。我可没有胡说。你们眼前的这位，就是我们暗域的圣女，尊上桑奇的亲传弟子，正是谢雪晨把她带回雍雪城的。不信，你们可以问问他呀。是，我没骗你们吧？正是你们的人族之光与我们的暗域圣女私通。穆玄灵，放开他！交出混沌珠，打开结界。你都已经失去了神智，还是连句重话都不愿意对他说吗？也罢，就让师傅来帮帮你。交出混沌珠，打开结界，否则他们都会死。穆玄灵，穆玄灵不会杀他们。穆玄灵也许不会杀他们，但谢城主，你不会吗？刘雨石，不愧是精通天下法器的碧霄宫公主，见识非凡。刘颖石乃万年前神界天梯坍塌之时落下的碎石，能记录真实的音像，修为再高也篡改不了。也就是说，刘颖石所回放的必是真的。你这妖女到底想干什么？快放了救命！别急，趁今日人都在，我想请大家看一段被隐藏了10年的秘密。
叶雪辰，告诉我为什么？你为什么杀了我爹？谢城主说不出口，那不如我替你说吧。10年前，有一位少年修士下山历练之时，碰巧路过明月山庄附近，一时兴起便留下游玩。当夜，恰巧遇到桑奇席庄，少年修士前去除魔，谁知除魔不成，反而道心不稳，被暗族附身，亲手用万刃剑杀了当时的仙盟盟主高凤许。当夜，少年修士的父亲赶来支援，却见自己的儿子杀了盟主，公义终究抵不过私心。那位父亲趁无人发现，抹去了盟主伤口上的万刃剑气，瞒下了儿子被暗族附身杀人之事，却因良心难安，罚少年修士上问血崖丝布，一待就是7年。我赠你万刃，是想将天下安危托付于你，而你却用他杀害同盟，铸下大错。如何啊？这个故事精彩吗？那天的事，我什么都不记得。这不正是被暗族附身的症状吗？看到了吗？这就是你们最信赖的谢城主，也不过是一个道心不稳、手染无辜同盟鲜血的庸人。你们这么跟随他，不怕被他带入死路吗？诸位莫要听他胡说，她是暗域妖女，她的一面之词就不可信。世间之事，亲眼所见都未必为真，更何况只是区区一枚石头的留影。但刘陨石的确做不了假。看到了吧，整个仙盟，无人敢为你父亲说话。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？因为杀他的是谢雪辰。你这妖女，休要胡言乱语，蛊惑人心！石影趁今日人齐，就将他们都杀了。法剑500年修为，体内金丹威力巨大，引爆此丹，半个雍雪城都会给你陪葬。还有这种玩法，那就玩去大的吧！南虚月，加固解禁。南虚月，今日就算我死在这9天纯阴阵内，你也不能打开结界。区区法器，妄图阻我！我要复仇！他们杀了这个世上唯一对我好、给过我温暖的人。我要力量，足以向仙盟复仇的力量。我要复仇！穆玄灵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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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雪辰，我疼。
别说话了。高秋明，你又不是故意的，你内疚什么呀？对，他本将心向明月，奈何明月照沟渠。高秀氏与谢城主有婚约，如今看来，谢城主却与穆姑娘纠缠。造孽！高秀氏。听闻城中出现了暗阻，我特来帮忙。高秀氏，可还好？眼见心上人移情别恋，怎么可能好？弗兰生，你问什么废话？难不成他看到我错帮暗族的事了？这也太丢脸了，一定不能让他说出去。多谢傅修士关心，刚刚的事情我也没有想到会如此，还请傅修士不要外传。被未婚夫背叛这种事，他自然不想让别人知道。没事，你放心，我这人最能保守秘密了。只是这事儿吧，得谢城主和穆姑娘之间也收敛收敛。他的意思是让我想办法堵住穆玄灵和谢雪晨的嘴。啊，傅修士的意思我明白了，多谢提点。明白就好。遇上这种事儿，不哭不闹。真是个坚强的姑娘。逃走了。不对，若有此力量，早就应该破困离开，不会被炎灵困住多时。看来是有人救走的。我灵窍破损，修不了灵力。不仅修炼不了灵力，连灵力也无法吸收吗？原来真的很疼。魔宫带给你的痛，你到底忍受了多少年，多少回？将炎咒的伤害转移到自己身上，
谢雪晨，我给你这手环，可不是让你这么用的。我有玉阙宫护体，恢复得快，但他受不了。你竟然也有舍不得一个人疼的时候。你待他究竟怎么想？是我带他来雍雪城，让他成为雍雪城的弟子，便该负责到底。是该负责，还是想负责？替我照顾好他。他会更希望是你留在这儿。但我不能只为他留在这里。爱上这样一个人，不累吗？师兄，这玉阙功虽有快速疗愈之效，可严重的伤非同小可，疼痛也都是实打实的。师兄你为什么要替穆玄灵受下这些伤？你这几天盯着他，觉得他如何？性子乖张，不守规矩，这时过马上就要季满了。我认为他不适合做雍雪城的弟子。记过本。师兄，你这是……我让你盯着他，不是为了记录这些。观人须观心。可他是灵族，没什么不同。或许从他开始，今后的仙盟会有越来越多的灵族同门。人灵矛盾1000年了，师兄想做的事，恐怕没那么容易。但人有可能，不是吗？是。暗族入侵，逃窜无踪，下令全城搜索，不要放过任何一个地方。是。这是谢雪晨的房间。穆玄灵，谢雪晨，我疼。我知道。所以，我没看错。原来，真的是他抱我回来的。原来要死上一回，才能有这种待遇啊！
姑娘，这是在做什么？是你啊？谢雪晨呢？他去哪了？暗族入侵，身为雍雪城城主，自然要料理公事，是他让我来照顾你的。还以为他不在，你会不高兴呢。我有什么好不高兴的？我也没觉得他应该守着我呀。阿宝呢？送回寝炉了，我怕他吓破胆，用了乐息咒，他睡过去了。早就跟他说了，此路凶险，让他别跟着我，非不听。多谢你了。这玄天门炎咒也没什么了不起，身上这么快就不疼了。你不疼，是因为有人替你疼。雪晨已经将你所有的伤口转移到了自己的身上。我自己的伤，我自己扛就是，谁要他替了？我找他去。伤口虽然愈合了，可炎咒仍伤及你的内力，还需好好休养。况且，即便你现在去找他，也改变不了任何。欠他的还没还清，又添了一笔新账。他怕不是故意的吧？罢了，慢慢还就是了。有来有往，没准就是一辈子。情之一字，果真如此之重，能使你背逆，趋利避害之天性。于我而言，活着本就没有什么意思，死了也并不觉得有什么可惜。反正本就无人在意。但他用1天的时间，教会了我怎样去快乐，去痛苦。我不会再让你受伤，以后别再说你不痛了。我会带你走，往后的每个司辰节，你都能看到璀璨的烟花。等你睁开眼睛之后，一切都会好的。是他让我明白了生死的意义。大哥哥，虽只1日光阴，却足够支撑我在暗域度过10年。不见天日，痛不欲生的日子。若你为的是那一日，可如今10年已过，他也不再记得。你当真分得清，你在意的是那一日的他，还是眼前的他？是恩情，还是爱意？为什么要分清呢？反正都是谢雪晨，这便够了。就如你视我为故人，为的不也是曾经那一日吗？为一人生，为一人死，还真是令人羡慕啊。
可惜这次没能将那暗族除去。玄信赶到的时候，他已消失无踪。也许，是有人把他救走了。倒也未必，也许是那暗族及时附身了他人，才躲过了炎咒。那暗族想要躲过炎咒追索，必须藏到修为高深者的心魔深处。那会是什么人呢？各派的心腹弟子、长老，甚至掌门。雍雪城的防护结界没有任何反应，那暗族是怎么做到毫无声息地潜入的？雍雪城的防护结界，单向法阵是无法入内的，除非有人在城内向城外开启了双向法阵，才有可能让暗族进入。谢城主的意思是，城内有人与那暗族里应外合。尊者可有办法将那暗族查出？倒是有个办法，暗族靠心魔附身，玄天门亦有法门可观道心。我们或许可以一一查验，找出生了心魔的修者。此事不妨交给玄信吧，他自幼道心通明，颇为敏锐。那此事就有劳玄信师弟了。一一查验，恐怕会打草惊蛇。我会以暗族入侵、提前推举盟主为由，请各派于正西厅议决。届时，就有劳玄信师弟在暗中以道法观心，查出有心魔者。那便如此安排。掌门，弟子还想与谢城主商讨一下查验之事。师弟有话想说。是，谢城主。之前那暗族被炎咒所制，待我寻去时，他却没了踪迹。方才掌门提及此事，谢城主神色有异，不知此事是否与你有关？师弟方才为何不问？既然城主不想让掌门知道，那我自当先问清缘由才是。是，此事的确与我有关。我救走了一个灵族，他曾修习魔功，故被炎咒所伤。但他并不是我们要找的那个暗族。原来如此。那谢城主是否信任他？是，我相信他。既然这样，玄信知道了。师弟不打算除魔，这倒与玄天门其他修者有所不同。相关善恶罢了。师弟通透。这个房间冷冰冰的，跟他这个人一样。不如我来给你添点惊喜。这样才好看嘛！等谢雪晨回来，应该会吓一跳吧。灵儿，灵儿，灵儿，
可能？我明明在雍雪城。幻境罢了，不必惊讶。师父，师父，你在暗域，我在雍雪城，你是如何遥隔万里，又避开雍雪城结界，将我拉入幻境的？你素来行事跳脱，爱捣乱，为师为不时之需，便在你的心上种下了一种咒。此咒有个很好听的名字，叫做灵犀。心有灵犀一点通，将你召入幻境，又有何难？所以，师父是趁我不知道的时候，在我身上动了手脚。师父，你我师徒之间还能不能有点信任了？为师认为，信任的前提是你足以令我相信。当日你提出的计划，为师可是字字记得清楚。对于一个不惧死的人，关再久也没有用。师父，不如试试我的方法，救下他，跟着他，亲近他，哄他放下戒备，趁机夺取混沌珠，毁掉仙盟。半日芳华，拿去。现如今，你又兑现了什么？救下他，跟着他，亲近他，哄他放下戒备，不都已经做到了吗？哎呀，你这种避重就轻的话术，就莫要用在为师身上了。你现在花在谢雪晨身上的时间可太多了，多到令我怀疑，你是不是不要师父了？怎么会呢？师父于仙盟刀下救我，传我魔功，给我力量，许我在暗域作威作福，我怎么会不要师父呢？好啊，那你便证明给我看。师父想要我如何证明？混沌珠拿回来，然后杀了谢雪晨。看到你这副表情，师父很是伤心啊。或许我该提醒你一件事：你修炼的魔功很霸道，必须每个月在暗域用魔气淬体强身一次，中途不能停止，否则就会遭到魔功的反噬。你灵窍破损，根本扛不住，最后会爆体而亡的。难怪师父当初这么轻易就同意了我的计划，原来是留有后手。底牌就是我的命。怎么，为了那个谢雪晨的命，自己的命不要了？怎么可能？灵族寿命1000年，花花世界，男人万千，我怎么可能为了区区一个谢雪晨去死？不过和他玩玩罢了。师父放心，我一定会完成任务，夺回混沌珠，杀了谢雪晨。好，师父等着看。但我一个人着实也不好下手。师父，赤影和朽仙阁的人是不是都在雍雪城啊？他们在哪儿？让他们帮帮我。你是想让他们帮你，还是想将他们一网打尽呢？师父若不信我，不如将我的命拿去算了。哎，莫生气。你我师徒10年，只要你完成任务，就
就什么都不会变。记住，我们生于黑暗，莫要妄想触及光明。这个道理，师父20年前以一臂为代价才换得明白。灵儿，师父也希望你能懂得。去吧，完成任务，师父在家等你。戏演8分亦是假，那就演足10分啊！半日芳华，拿去。戏演10分，自然是连你也骗了，师傅。还要多谢你把他抓回来，我才能知道，原来他还活着。10年未见，安遇重逢。你好啊，大哥哥。这就是雍雪城少宗主谢雪晨啊。少宗主这番容貌，可谓世间无几，令人过目难忘。我们曾在哪里见过吗？可惜这回依然不是一个好的开始，但没关系，这一次换我来保护你。原来一切都是我的痴心妄想。之间照出你的脸，若心中的泪无人发现，可否还不知疲倦？因心有所念，痴情人不必问长路多远。为爱身披风雪，穿越流年，不负遇见。穆玄灵，我给你带了。他走了，是我回来的太晚了吗？在不在里面啊？穆玄灵，我是来给你道歉的。不行啊，抱歉这么嚣张是会被打的。玄灵啊，今日暗族之事是我误会了你，害你受伤了，对不起。哎呀，也不行，穆玄灵那么嚣张的一个人，他要是看我这样服软，一定会笑话我的。穆玄灵，今日之事呢，我是让你抓到了把柄，但你别忘了，你也有把柄在我手上。今日之事你不说出去，我也不会说出去的，如何？你说呢？你怎么才回来？我在这里等了你很久的。哎，你怎么不问我为何等了你那么久？我现在心情很不好，很想找人发泄。你再不走，
我杀了你！你怎么这样，穆玄灵？我是过来跟你道歉的。今日暗族之事，是我误会了你。喏，这个是我最喜欢的法器，它是可以唤出美梦来的，送给你了。还有这个，你的剑我也给你捡回来了。今日之事你就翻篇吧，千万别说出去。原来是怕我把你错帮暗族的事儿说出去丢面子。什么道歉？为的还不是你自己啊！穆玄灵，我告诉你，你是有把柄在我手上的。你信不信我把你灵族魔修的事情说出去？说，现在就说，马上就说。你疯了？你不要命了？早点了结也好。你说完没有？说完走吧，别杵在这儿碍眼。穆玄灵，我只是担心你。姐姐，那个坏女人在门口等了1个时辰，嘴里一直念念有词，在练习怎么跟你道歉呢，看着真让人解气。姐姐，你怎么了？阿宝，如果有一天我死了，你跟傅兰生去碧霄宫好不好？姐姐怎么会死？你是不是被今天那个暗族伤到了？我现在去给你找灵药。没有，我说笑的。这不是想着碧霄宫姓傅，说不定你爹真在那儿。爹要找，但姐姐也不能死，不能死啊！阿宝，灵族寿数漫长，但终会有死的那一日。我们小阿宝也要学会分离啊。哼，那还要好多好多年呢。现在不讲这些，不吉利。好，折腾一天了，累死我了，睡吧。不能讲死，累坏我了。嘿嘿嘿，睡吧。好。这个穆玄灵真是好心被当做驴肝肺，热脸贴冷屁股。高师妹，怎么了？可是有人惹你不快了？当然没有人惹我不开心了，我可是镜花宫少公主，二位师姐别瞎猜。是，师妹说的是。现在时辰也不早了，你赶紧去休息吧。整日颐指气使的，真把自己当天之娇女了。可不是，说到底不过就是个被灭了门、无父无母的孤儿。若不是师尊宠着，谁瞧得上他？走。雍雪城弟子，剑就舞成这样。那你教我啊？好啊。说来仿若浅浅曾爱过，若不然，怎忍得彼此淹没？苍野满阁凭烛观月色，眼睛上盼的云里成说，你桃花面转过。轻了缄默，情丝朵朵，千山经过我心默默。紧随我跃进世间的花火，我心田与你仿若桃花千朵。历经过闲长水过人谈笑自若。只因情像我，只因你如昨芳华灼灼。
玄灵树开花了。玄灵树能在人界开花，莫玄灵，你也可以。谢雪晨，混沌珠和我，哪个重要？当然是你了。那如果有一天我抢了混沌珠，帮桑琪放暗族入人界，你会杀了我吗？不会，我的剑友不像你。那如果仙盟要杀我呢？我不会让他们杀你的。你这是要与仙盟为敌？那便与仙盟为敌。谢雪晨，你喜欢我吗？喜欢啊，非常喜欢。真正的谢雪晨不会说这样的话。一场欢喜一场空，终究是南柯一梦。师父，夜已深，不知师父前来所为何事？方才与师兄论道，得知你明日会在正气厅中观道心。正是。使用观心法门，会损耗大量灵力。这是我研制的法印，能助你观心，拿去用吧。可如此一来，便会损耗师父的灵力。你是我一手养大、教大的弟子，我不护着你，护着谁？如今的雍雪城，暗族潜伏，你要先照顾好自己，莫让暗族有可乘之机。多谢师父。想必诸位已知，昨日有暗族入侵，至今尚未救出。如今风雨欲来，选盟主之事，不宜再拖延下去了。今日请诸位前来，便是希望大家提前推举出新任盟主。不知诸位心中可有人选？我的想法依旧未变，我认为。镜花宫最适合担当盟主之责。将混沌珠送去镜花宫，那倒不如省点事情，直接送到暗域得了。难不成碧霄宫也对盟主之位有意？碧霄宫除了财宝还有什么？难不成是想花钱买通桑琪？哼！不知谢城主主意何人呢？我认为，法剑尊者德高望重，是最佳人选。多谢城主举荐，可我并非良选，还请另择他人吧。师兄就不要推辞了，仙盟之中，无人比你更合适。我也认为。法剑尊者德高望重，是我们仙盟盟主的最佳人选。灵觉岛请法剑尊者继任仙盟盟主。倘若是德高望重的法剑尊者继任，我碧霄宫定然心悦诚服，还请尊者继任盟主。镜花宫无异议。
既然大家都如此看重，我就不再推辞了。恭贺盟主！既然大家都如此看重，我就不再推辞了。玄天门定会尽力护好混沌珠。恭贺盟主！既已选出新任盟主，那明日午时，请各派掌门携带谕令，前往朱塔。届时，雍雪城会将混沌珠移交玄天门保管。师父当盟主之愿落空，心中必定恼怒。我还是不要凑到他跟前去，等他消气了再回去吧。我误帮暗族的事，穆玄灵和谢雪晨都没说出去，哼，算他们有点义气。情路挫败，人前坚强，人后落泪。高修士真是太隐忍了。高修士，傅修士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啊，那个，我刚刚不小心被风沙吹着眼睛了，让你见笑了。哦，借风沙迷眼，藏伤心之事，他定是不想被人看清，我也不该戳穿他才是。没事，我帮你吹吹。别动了，没事没事。这回算你聪明，知道我是什么意思。这法剑尊者虽然看着年轻，实则都500余岁了，年事已高。只有让他当盟主，那以后我们生儿继位才能更早点嘛。哎呀，这么简单的账目，自然不用你提醒啦。快！哎呀，他们怎么搅和在一起去了？这才几日啊，生儿这风流病又犯了。谁允许你是我儿子的？他爱撩拨谁就撩拨谁。行，可是夫人啊，家里头一堆莺莺燕燕，还嫌不够啊！再这样下去，我毕孝公怕是要改名叫花满楼啊！那也是我生儿有本事。好些了吗？好一些了，多谢傅修士。血做的够真了吧？对了，眼妆。梅花还是很漂亮。昨日之事，高修士可有解决啊？你说穆玄灵那件事啊，我送了他一件法器，按照道理应该翻篇了。一件法器，便能买断情爱，世间果然没有什么永恒之爱。不过话说回来啊，这高秋明倒是真的很符合做少夫人的标准啊，可奈何人家名花有主了呀！现在不是谢城主的未婚妻吗？你说生儿你怎么在人家眼皮子底下撩拨人家的夫人？这要是被发现，毕孝公颜面何存呢？这孩子，那又如何？莫说他俩还未成亲，便是成亲了，也可以休夫，再会又如何？我说你怎么？哎，我怎么听这话像是在点我呢？你是不是早就存了休夫的心思啊？以前确实没想到，倒是提醒我了。段小荣，你算你修为高，了不起死了。行，咱们就比谁活得命长。
等你老了瘫在床上，我听了你的药。嘿嘿。哦，高修士不必难过。既然谢城主他对不起你，那就没必要守着那婚约，另寻良人便是。等一下，你说我跟谁有婚约？高修士不必掩饰了，我都懂。你与谢城主有婚约，他却恋上了穆姑娘，确实令人痛心。你停！你别乱说话！谁跟谢雪辰有婚约？我就说你这2日怎么奇奇怪怪的，一直找我说话。我告诉你啊，傅修士，我跟谢雪辰没有婚约，他爱喜欢谁喜欢谁去，跟我没有关系。你不要瞎猜啊！啊！还有，人家谢雪辰也不是一个放浪之人，你在背后说别人坏话不好哦。气死了！天气真好，风和日丽的，挺好。师弟的意思是，仙盟各派的掌门长老及心腹弟子都有心魔，根本无法判别何人被暗族附身，包括掌门、师傅，也包括谢城主你。对于这个结果，我也无法判断真假。从昨日到今日，师弟可有遇到什么异常？异常？有。是何异常？玄心不想妄下定论，还是要先去问清楚缘由。你觉得他问得出什么吗？问不出，不过也无妨。反正今日关心，本就是为了让暗处的人觉得我们已无计可施。我倒是有些好奇，我们谢城主是否真有心魔？你方才不在正气厅中，我也有些好奇，南庄主有没有心魔？明日就要移交混沌珠了，可准备好了？世上没有完全之策，无非尽力一搏。还是那句话，别死。师傅，你呀，从小就不在意外物，衣服破了也不知道要补。唉，若师傅不在，看谁管你？怎么，有话要说？是。坐着说。师傅昨夜给我的法印，真的只是法印吗？你这小子，竟然怀疑到师傅头上来了。心中有疑，便须问清楚，否则一念一起，纵使万里高低，也会溃于一息。这也是师傅教我的。我可没教你怎么气我。唉，师傅回答你。法印只是法印，未动任何手脚。若法印真的只是法印，那师父的执念又是什么呢？若论执念，便是想让掌门当上盟主吧。如今得偿所愿，便没有什么放不下的了。如此说，你可信？信。
有时又觉得将你教的太纯粹了，你这样容易被骗。师一见，长一智便好。在所有的弟子当中，也就只有你，从未刻意去参悟，却已然做到了无执。无执则无心魔。玄心啊，你的道心已经超过师父了。新任盟主已定，明日便要移交混沌珠。虽然你们入门时间尚短，但无奈大敌当前，暗族入侵，需要加强守备之力。明日你们便一同随我前往珠塔，共担守备之责。是。好，其他人先散去吧。谢长老。穆玄灵，你看看你的样子，魂不守舍的，是不是半夜又去叨扰城主了？你让我怎么说你呢？你别以为他罩着你，我就不敢说你啊！现在是非常时期，危机四伏，城主要事忙，你就不知道收敛一下？况且自己本身就课业繁重，别整天想着那些有的没的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那你听得进去也得做得到啊！回去给我好好睡一觉，睡饱了才能有精神。身为我雍雪城弟子，哪能如此萎靡不振啊？哎，玄灵师妹，小师姐，玄灵师妹，方才苍长老在，我就没好意思打扰你们。有何事啊？明日不就要执行任务了吗？如今敌人在暗，也不知会发生什么。明日你就跟着我，若有什么事，我保护你。哦，对了，这是我攒的法器，能加强护盾的，记得带在身上啊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你年纪比我小吧？但我入门比你早啊，你是小师妹。你为何会拜入雍雪城啊？唉，10几年前，万仙镇结界出了一次裂隙，暗族涌出，杀了我们全村的人。所以，修道是为了报仇吗？不，爹娘临死前说，不要带着恨火，恨也能滋生暗族的。唉，不说这些了，我要回去准备了，你也赶紧回去准备吧，明日还有大事呢。保重啊，走了。什么破法器，长得还挺可爱的。原来高修是无意于谢城主，二人也无婚约。我还劝他呢，不要因为谢城主和穆姑娘之间的亲近而难过。想来在他心里，我怕不是个大傻子吧？你这么在意，难不成想和高修士做朋友？朋友嘛，越多越好。对每个女孩子都那么好，难怪副公主说你处处留情啊。他还说我呢，早年仗着自己容貌俊美，四处留情的人是他吧？倒是你，这么多年了，还在寻那梦中人。说不定
已经寻到了呢？已经寻到了，哪家姑娘？也只是感觉而已，还没有最后确认。你确认好可要立刻告诉我。你怎么比我还急啊？我好奇嘛。哎，快快快，别让我等太久啊！我也不想等太久。今天的月亮又不圆，你出来看什么？什么时候过来的？月亮升起来的时候。一直在这里？在想事情，但没有想明白。想什么呢？我今天下山去了趟城镇，在临街的茶铺坐了一下午。为什么？我想去看看你拼了命也要守护的人间。看得如何？看了一下午，看到32对夫妻走过，牵手的很少，吵架的却有5对。吃食摊上一共有123个顾客光顾，有9个孩子买了糖葫芦，10个老人进了药铺。旁边首饰铺的老板有点坏，同一款簪子，卖给前一个顾客60文，卖给后一个顾客却要90文。另一边还有一家赌坊，进进出出不少人，赢了出来的没几个，输光了被扔出来的却有3个。还有一个小贼，顺手摸走了别人的救命钱。街上路人来来往往，也没有见谁路见不平出手相助。谢雪晨，我觉得不只是你无聊，整个人间都很没意思。日复一日，为了几两碎银，忙忙碌碌，点头哈腰。所谓的海誓山盟，敌不过柴米油盐，多的是相看两厌。欲海无边，贪心难填，明知是坑，却还是要往里跳。好人不一定能寿终正寝，得享天伦；坏人也不一定会得到应有的报应。总之啊，世态炎凉，欺善怕恶，麻木的不敢清醒，清醒的未必会改过，改过的不一定会得到，得到的又忘了珍惜。这就是你半日得出的结论？人间无聊、冷漠，且平庸，且活该。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和南旭月在想什么。你们在明，暗族和朽仙阁在暗。若不反客为主，只能永远处于被动。所以，你们想借移交混沌珠之时，将敌人引来明处，是不是？是。这次来的是赤影，是3影中最狠辣的一个，很难对付。很难对付也得对付。谢雪晨。明日之后，仙盟就会安定了吗？不会。那人间会变好吗？也不会。那你为什么还是要往上冲？就让他们自生自灭不好吗？在你看来，人间一团糟乱，是不是？
还用说？在这骚乱之中，你就没看到一点希望？就那么一丁点儿，算什么破希望？有那一丁点，便不到放弃之时。就像当日我带你回雍雪城一样。你不是说过，想要离开暗域，过普通人的生活吗？正是因为我相信，所以才带你来了雍雪城。在这里，你可以像普通人一样生活，和他们一起修炼、玩乐，不用厮杀抢夺、毒花酿酒、枕刀而眠。相信，便有可能。穆玄灵，半日时光是看不懂人间的。以后若有机会，我带你去看真正的人间。10年前，10年后，你还真是一点儿都没变，一样傻到可以为了陌生人去死。谢雪晨，有没有人跟你说过，你活得真的很理想？理想到让人想什么？谢雪晨，我想跟你去看真正的人间。可惜，误了你的人间，我便没有以后了。罢了，这该死的人间，便再给他一次机会吧。穿越流年，不负遇见，唯盼桃花千朵，陪你那一天。走啦，明天见啊。谢雪晨，你是怎么了？竟然……今天好像有些不对，罢了，明日之后再说吧。如果他愿意告诉我的话。人间，希望。谢雪晨，你想守的东西，我便替你守上一回。桑琪不肯告诉我赤影和朽仙阁所在，一定是对我有所提防。那就只能看明日了。赤影一定会行动，一旦锁定，我便找机会将他拿下。继任大典开始。家父仙逝后，仙盟无首，苍生难安。
经由五大门派一致决定，由玄天门法剑尊者出任盟主之位。法剑尊者，请。法剑与上任盟主谢道成乃故交，深知谢盟主心怀天下苍生，为维护仙盟稳固，殚精竭虑。此后，法剑定当尽心竭力，继续以天下苍生为重，维护仙盟之威望，稳固仙盟。晚辈代表永雪城，恭贺新任盟主。那就由晚辈为您开启筑塔封印，请随我来。盟主只需将玉令安放其中，便可开启此法器，届时便可取得混沌珠。原本以为这座塔只是用来容纳混沌珠的，没想到这座塔本身就是一座法器。是。家父知道有人一直在觊觎混沌珠，是要让天下大乱。他为保混沌珠的安全，用尽毕生所学，将整座塔都化为了法器。师妹，快看，这就是混沌珠啊！我也是第一次见，好漂亮啊！真不愧是上古神物。混沌珠已出珠塔，敌手在岸窥伺，此地不宜久留。我等这便护送混沌珠回玄天门，入万年石窟保管，定不会有失。盟主莫急。南虚月。诸位莫要惊慌，此乃9天垂云阵
是南庄主专为今日研制的阵法，无论是暗族，还是仙盟内奸，都逃不出去。谢城主，这是何意？当日我入万仙阵修补结界，却遭遇暗族提前设伏，家父法相之境于雍雪城闭关，却无声无息被杀身亡。这名仙盟法相境的高层之中，有与暗族勾结的叛徒。现如今暗族入侵，却怎么也找不出其所在。必定是有人助其藏匿，对方要的是混沌珠。就算之前按兵不动，今日也必会在场。还请盟主和玄天门诸位念诵延咒，先助暗族。延咒？那我的魔气？不，谢雪晨是故意的，又玩阳谋，引蛇出洞。若放在暗域，也是个姓臧的。谢城主言之有理，不过前几日玄天门弟子已用延咒大锁，并未找到那暗族。如今再试，恐怕结果还是一样。这就是我请诸位聚集于此的原因。这珠塔之中，有家父设下的对峙暗族之心旨。南庄主以珠塔为阵眼，开启9天垂云阵，可以将延咒的力量增强数倍。还请盟主念诵延咒。好。师爷，师兄，木姑娘。我们几人之中，法剑尊者的道心最为稳固，万万没想到，竟会遭到你这暗族入侵。道心稳固，仙盟修道，总以为修为高便道心稳，错了，都错了。法剑心中有除魔执念，可他年事已高，便更加担心死前难偿夙愿。他越急于求成，道心就越乱。他自己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，可是已经来不及了。他挡不住魔了。你以为控制了法剑尊者，便可以夺取混沌珠？法剑可有500年的修为，在座的除了你都不是他的对手。只可惜昔日的第一剑修，如今灵力不足40%。等我除掉你们这帮蠢货，再带走混沌珠不迟。谢晨，木姑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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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体内怎会突然魔气异动？一念，你没事吧？谢城主，师兄入魔，我无力阻拦。几位掌门应该可以对付师兄。谢城主，你灵力尚未恢复，还是先在珠塔内躲一躲吧。今日生死难料，大混沌珠绝对不能落入暗族之手。我先带混沌珠回玄天门，玄天门的万年石窟能阻隔邪祟，定能护混沌珠周全。尊者是觉得此战仙盟必败，才会说出如此漏洞百出的话吗？谢城主，这是何意？
当日是法剑尊者发现了暗族，让玄星率弟子以炎咒满城搜索，证明他那时并未入魔。以法剑尊者的修为，赤影想要成功附身，绝非一时半刻可以成功。那么，便只有一种可能：当日有修为高深之人，自愿让赤影藏身，且在之后协助赤影。如今看来，就只有依念尊者你了。谢城主灵力尚未恢复，被你猜到，倒也无妨。你早就怀疑我了。并非如此，是今日赤影的暴露，才让我联系剑后，有所推断。你猜的不错，前夜我与师兄论道，他发现了我的异常，但我早有准备，以法阵束缚住了他，让赤影偷袭，一点点控制师兄的心魔，整整1夜，方才成功附身。所以，当日也是你开启双向法阵，放赤影入雍血城的。是的，是你杀了我父亲。为何要杀他？你该知道，他即便是死，也不可能交出雍血城谕令的。但他死了，盟主之位才会空出来。盟主之位，仅仅是因为盟主是我想让师兄当盟主。法剑尊者不愿意当，你就让赤影附身于他，待他答应。师兄若清醒，他绝不会答应做这个盟主。我只有用这个办法。谢城主当是明白人，今日仙盟已败，混沌珠亦在我手，不如大开结界，还能换得一命。尊者是觉得我惧死？不惧死，又何必与我说这么多？自然是为了让你多说一些。今日我既设下此局，又岂会用真的混沌珠？方才取混沌珠时，我提前准备了一道奇果。你以强光作为掩护，偷天换日，以假乱真。尊者或许不知，运秀山庄有一种灵珠，叫阳生珠。你该不会让所有人听到了我们的对话？猜来猜去，叛徒竟是一念。被你们知道又何妨？谢雪晨现在灵力不足4成，就凭你们几个，休想拦得住我！不要再浪费时间了，速战速决吧！爹娘，别过来！师父。山无障。这是法剑的绝学，山无障。山无障一出，无人能敌啊！别
宋元宙，驱逐赤影。灵儿，师父没有骗你吧？我说过，1个月之内不回暗域，你的魔气就会撕裂你的身体。你入人界已有半月，反噬开始了。灵儿，就趁今日，协助赤影夺到混沌珠，回到暗域，回到师父的身边。人间不值得留恋。人族踩着他族的尸身血肉，构筑辉煌，他们永远不知满足，不知自省。人族才是万恶之首，根本就不该存在。记住，完成任务，回到暗域，回到师父的身边，你才能活。我亚宇，我亚宇。穆姑娘，穆姑娘，救命！高术士，谁敢再念一句言咒，他就没命。穆玄灵，你疯了！放开我！哼！你们不是一直在找邪盟内奸吗？那我便告诉你们，你们之中还有一人，与暗族私通，就是你们最信任的谢城主啊！休要胡言！你不过是想离间仙盟内部。我可没有胡说。你们眼前的这位，就是我们暗域的圣女，尊上桑岐的亲传弟子，正是谢雪晨把她带回雍雪城的。不信，你们可以问问他呀。是，我没骗你们吧？正是你们的人族之光与我们的暗域圣女私通。穆玄灵，放开他！交出混沌珠，打开结界。你都已经失去了神智，还是连句重话都不愿意对他说吗？也罢，就让师父来帮帮你。交出混沌珠，打开结界，否则他们都会死。穆玄灵，穆玄灵不会杀他们。穆玄灵也许不会杀他们，但谢城主，你不会吗？刘雨石，不愧是精通天下法器的碧霄宫公主，见识非凡。刘颖石乃万年前神界天梯坍塌之时落下的碎石，能记录真实的音像，修为再高也篡改不了。也就是说，刘颖石所回放的必是真的。你这妖女到底想干什么？快放了救命！别急，趁今日人都在，我想请大家看一段被隐藏了10年的秘密。什么？
谢雪辰，告诉我为什么？你为什么杀了我爹？谢城主说不出口，那不如我替你说吧。10年前，有一位少年修士下山历练之时，碰巧路过明月山庄附近，一时兴起便留下游玩。当夜，恰巧遇到桑奇席庄，少年修士前去除魔，谁知除魔不成，反而道心不稳，被暗族附身，亲手用万刃剑杀了当时的仙盟盟主高凤许。当夜，少年修士的父亲赶来支援，却见自己的儿子杀了盟主。公义终究抵不过私心，那位父亲趁无人发现，抹去了盟主伤口上的万刃剑气，瞒下了儿子被暗族附身杀人之事，却因良心难安，罚少年修士上问血崖司部，一待就是7年。我赠你万刃，是想将天下安危托付于你，而你却用他杀害同盟，铸下大错。如何？这个故事精彩吗？那天的事，我什么都不记得。这不正是被暗族附身的症状吗？看到了吗？这就是你们最信赖的谢城主，也不过是一个道心不稳、手染无辜同盟鲜血的庸人。你们这么跟随他，不怕被他带入死路吗？诸位莫要听他胡说，她是暗域妖女，她的一面之词就不可信。世间之事，亲眼所见都未必为真，更何况只是区区一枚石头的留影。但刘陨石的确做不了假。你看到了吧？整个仙盟，无人敢为你父亲说话。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？因为杀他的是谢雪辰。你这妖女，休要胡言乱语，蛊惑人心！石影，趁今日人齐，就将他们都杀了。法剑500年修为，体内金丹威力巨大，引爆此丹，半个雍雪城都会给你陪葬。还有这种玩法，那就玩去大的吧！南虚月，加固结界。南虚月，今日就算我死在这9天纯云阵内，你也不能打开结界。区区法器，妄图阻我！雍雪城弟子护阵。是。雍雪城弟子崔南淼护阵，雍雪城弟子王正护阵，雍雪城弟子雍雪城弟子巅峰护阵，雍雪城弟子穆玄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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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护阵，穆玄灵护阵，穆玄灵护阵，穆玄灵护阵。你的脾性与雍雪城并不相合，所以到了雍雪城，
你要从最初级的外门弟子做起，修身养性，重新来过。雍雪城弟子穆玄灵护阵。身为我雍雪城弟子，哪能如此萎靡不振？但我入门比你早啊，你是小师妹。雍雪城弟子穆玄灵护阵。你不是说过，想要离开暗域，过普通人的生活吗？正是因为我相信，所以才带你来了雍雪城。在这里，你可以像普通人一样生活。相信，便有可能。穆玄灵，以后若有机会，我带你去看真正的人间。谢雪晨。灵儿，你太令我失望了。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下不了手，为师帮你做个了断，不好吗？你方才并非被暗族附身。是你自己对人族有疑，对仙盟有恨，才会受不住魔音的蛊惑，入魔为我所控。你应该也听到了，当年那日，谢雪晨是被暗族附身，所以你心心念念10年的人，根本就不是他。你早就知道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因为恨。能够让你强大，恨能够让你在暗域活下去。那真正的大哥哥呢？那夜之后他去了哪里？暗域10年，我从未见过他。暗族身毁，重归虚空海，重新化形出世之日未可知，或明日、后日。亦或是100年、1000年，你该有些耐心，灵儿。为了他，你也该回到暗域来。你犹豫了。因谢雪晨而犹豫，所以方才你即便知道谢雪晨不是那个人，你也愿意同他一起去死。荒唐！如何活，该是我自己决定的。即便是你，也没有资格替我决定。灵儿，你说出这番话，师父会伤心的。你的心，不是早就死了吗？死在你断臂那时。
我要去走我自己的路。即便那是条死路。是。那便滚吧。她是桑奇弟子暗域妖女，绝不能留，当按仙盟律立即处死。她只是一时被魔气控制罢了。此妖女入魔是事实，能被控制第1回便有第2回。桑奇弟子绝不可能从善，除恶务尽。师父。谢城主，你当真要护着这个妖女？他为作，不该死。若被控制行恶，便不算行恶。那死去的法剑尊者该向谁讨还公道？素公主是一指穆玄灵，还是一指我？高盟主之事，你当有个交代。高凤许之事，我给你们一个交代。高凤许，他活该。穆玄灵，10年前，桑奇袭庄之夜，我就在明月山庄为奴，是高凤许先要杀了我，那暗族为了救我才杀了他。哼，一派胡言！堂堂仙盟盟主怎会针对你一个灵奴？你们以为高凤许是什么好东西？他身为仙盟盟主，平日里带头欺压凌虐灵族，看似高风亮节，实则不过是一个沽名钓誉、残忍无情的卑劣之徒。桑奇袭庄之夜，他杀红了眼，看我是个灵族，不分青红皂白就要杀了我。那暗族看不惯他欺凌弱小，才出手相助，又有何错？穆玄灵，你凭什么污蔑我爹？你与他相处实在，他是什么样的人你不清楚吗？你自己呢？当时又在干什么？装什么父慈女孝？不过是一丘之貉罢了。穆玄灵，二位，高盟主之事，谁也没有亲眼所见，吵是没有用的，是吧？不错，高盟主已逝10年，这生命之事不该轻易被言语左右。若说谢城主有错，也只是一时道心不稳，被暗族附身之过。可这暗族向来难防，否则便不会连法剑尊者。是吧？谢城主又以一己之力挡下了金丹自爆，救下了我们在座和半城的人。那这功过之间又如何评判呢？高盟主之事，可容日后再议。眼下该论的是，这暗域圣女该如何处置啊？将穆玄灵禁锢法力，囚禁于冰封地牢之中。如何处置，容后再议。谢城主，我说，容后再议。你那么想他，但为什么偏偏不是他？雪晨，仙梦。
师兄，法剑尊者修为深厚无比，你拿元神之力硬扛他的自爆，当真是不要命了。有君天分担一半的自爆之力，我死不了。若是没有君天在，你早已当场毙命。许愿，我受伤之事，不要让任何人知道。怕丧气突袭。法剑的自爆之力，已经将朱塔撞出了裂缝。混沌柱不能有事，只有我无恙，丧气才会忌惮。也只有你无恙，仙盟才会忌惮，你才能保住穆玄灵，对吗？方才在正气厅，各派野人想置穆玄灵于死地。若不是城主强撑着伤势震慑住众人，那穆玄灵已被他们当场诛杀。但眼下也只能先将他关入牢中。他为作恶，不该死。可他身体已经出现了异样，我为他把过脉，他体内魔气异动，时刻都在撕扯着他的经脉，他的灵窍受损，我也不确定他能扛到几时。最后半夜，竟连半点阳光也碰不得，凭什么？我才不要享了阴沟蓝区里苟活的殊意！谢城主，你不该来此的。为何会如此？小伤罢了，和你那些伤相比，应该不算什么吧？如今手环已碎，你也别想再把我的伤口转移到你自己身上。谢雪晨。不瞒你说，我的时间不多了，所以呢，杀了我吧，用我的命证明你稳固的道行，平息你与暗族勾结的争议。杀了我，你就还是那个
善恶分明的正道之光。你未作恶，不该死。何为正道之光？一人不救，何以救苍生？我说过，尚存希望，便不到放弃之时。我害你至此，为什么不生气啊？谢雪晨，我没有你想的那么良善。今日入魔，是因为我本就有心魔，若非还有一丝牵念，我也许真的会毁了仙盟，毁了人族。穆雪玲，从与你相遇的第一天起，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：你为何如此执着于我？到了今日，我才明白，你牵念的从来都不是我。是啊，他是我的大哥哥，我的命是他给的。但今日那一刻，我的牵念不是因为他，而是因为可否还不知疲倦？事情都到了这个地步，说这些还有什么意思啊？你不如给我一碟点心，几壶好酒，等我吃饱喝足，你便杀了我吧。谢雪晨，我让你杀了。不雪玲，我不许你死。你不许我死，我也会死。物尽其用这一点，你确实该向碧霄宫学一学。谢雪晨，你走吧。希望下一次我们再见时，你是来杀我的。我不会让你死的。谢雪晨，我没有机会和你去看真正的人间了。你早就知道是不是？当日我问你镜花宫的傀儡之乱是如何平息的，你回答的支支吾吾，是替他在遮掩，是不是？不是的，师傅，我真的不知道她是暗域圣女，可她的确是用魔功救了大家。但她是灵族，你竟替一个灵族遮掩，灵族最会蛊惑人心。桑琪让那妖女接近谢雪晨，定是想以此来乱了谢雪晨的修行。可谢雪晨本就被困在暗域，压在了熔岩底下，她何必多此一举呢？你懂什么？桑琪向来阴险狡诈，以玩弄人心为乐。桑琪是我镜花宫的死敌，有不共戴天之仇。我不会放过他，也不会放了那妖女。
师父，桑琪骗过你？胡说什么！他一个下贱灵族，也配染指我镜花宫的人？师父，您对桑琪的仇恨未免也太过浓烈了。秋眠，你也要恨他，必须恨他。他不仅血洗了明月山庄，还害死了你母亲。您不是说母亲是难产而死吗？师父只是一时口误罢了。我累了，你先出去吧。这结界是摆设吗？怎么你也能进啊？这冰牢结界是专门用来困住你们这些囚徒的，我们这些正派人士当然可以随意进出了。正派人士？那这位正派人士，你来这里干什么呀？就算我要死，也轮不到你来行刑吧？穆玄岭，你这张嘴，有现在的这些状况，都是自找的。我们大小姐屈尊降贵来这冰牢之中，怕不只是为了羞辱我几句吧？怎么，有事儿要问？是想问我桑琪有何计划，还是问我为何污蔑高凤许啊？我是想问你，桑琪是如何害死我母亲的？你母亲不是难产而死吗？和桑琪有什么关系啊？虽然不知道素宁真跟你说了什么，但据我所知，你出生的那一年，桑琪正在闭关，不可能跑出去害死你母亲。我凭什么相信你说的话？你要是不信我说的话，何必来找我呀？20年前，我还没有被桑琪收养，也是从别的暗族口中得知，当年桑琪身受重伤，断了一臂，闭关3年，所以他是不可能去人界的。桑琪曾断过一臂。高修士，你话问完没有？问完就走吧，不要打扰我休息。穆玄岭，你对我的态度为什么永远都是那么敌视？因为你们父女俩都一个样，对别人的恶，从来不会放在心上。你说话说清楚了，我哪里对你恶过？当年高高在上，处处欺辱灵族的不是你，桑琪来宫与我换衣，让我替死的不是你吗？他的眼睛，当年那个是你。你看吧，果然是忘了。
我的命就这么贱？我没有忘，不是像你说的那样的。是父亲不准我与灵奴亲近，我待谁好，他就会惩罚谁，所以我才对灵奴故意装作凶恶的。至于让你替死的事，是当时庄里厮杀的太严重，我在那儿吓傻了，都是长老们安排的。等我回过神来，我已经被拉走了。等我要去救你的时候，你已经被带走了。穆玄灵，这件事我也不想这样的。是，所有好处都是你得的，坏人都是别人当的，只有你纯洁无辜，我的大小姐。穆玄灵。高修氏，谢城主有令，将穆姑娘暂时关押，任何人不得煽动私刑。我有对他做什么吗？我倒是要提醒南庄主，你并非仙盟中人，凭何护他？运秀山庄虽未在仙盟之中，但也不是一个小小金丹可以放肆的对象。好，看在你们运秀山庄的面子上，我不与你们二人计较。又蠢又怂。这是因为魔气异动吗？嗯。我来帮你上药吧，伤口很快便会愈合，只是会有点痛哦。应该不会比魔气入体或者魔气逸散更痛了吧？这是生肌散，会加速伤口的愈合，只是会又痛又痒，像虫蚁噬咬一般。要不还是别治了吧？伤疤是灵族的勋章吗？那要不要试试辅肌散，能让你的勋章更华丽些？南庄主如此汪风霁月、高洁如莲的人，怎会有如此邪恶的毒药？那自然是因为我并非是一个高洁如莲之人啊。运秀山庄的药果然是神奇，好得这么快。你还有多久？半个月吧。所以啊，你劝劝谢雪晨吧，该杀就杀了我。即便你已经知道他不是你的那个恩人，你还是会如此义无反顾？先前可能分不清，但在吃饮引爆金丹的那一刻，我知道我有多恐惧。我怕天地间再无谢雪晨。除却当日的恩情，我想我应该是喜欢他的吧。不过我就要死了，这算不算客死他乡啊？还是算了，我的乡在哪里都不知道，还他乡了。若我带你离开，你可愿意？运秀山庄的药理自成一格，我可以助你淬体强身，抵御魔气。我的阵法亦是天下无双，可护你不被灵族、暗域或者仙盟中任何一人发现。随我回去，你便可以像普通人一样生活，可好？但雍雪城丢了重犯，又该如何交代呢？你留下就会死，便是死，也要保着他。我自己选定的路，选定
就不改了。